各位好，我是煤球，本期给大家带来本田 1.1 的卡车解析。说实话，我感觉这两个卡车的5星也没什么好选的。抛开叉 P 不谈，没有白鹿和杰哥的，想打深渊优先抽个罗刹；如果已经有了，也养了个希尔的，就抽个银狼，简简单单。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没有白杰的情况下去抽银狼，然后小把底歪了白杰，那罗刹就可以不用去抽了。不过分享较大就是了，有钱那就无所谓，全都要。我还是着重解读一下这卡车里的角色和光锥在当前版本的定位和一些养成推荐，也便大家参考。先看角色池，上半卡池银狼加单横加艾斯达加希洛瓦，下半卡池罗刹加佩拉加青雀加御空。银狼5星量子虚数角色，特点是战绩能够给敌人上弱点，大招能够减防，此外天赋还能给敌人植入3种缺陷，是一个能够改变现有配对环境的角色。比如说纯量子队、双色队、物理队、纯火队等等，可以逆着环境打输出，非常有潜力。缺点就是无论是 E 技能还是大招都是对端技能，在面对群怪时可能有些乏力。但尽管如此，在当前版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拉起来的主 C 比较少，抽一个银狼让这样一个主 C 去面对多种环境，从而省下拉其他属性的主 C 的成本，我觉得也是非常划算的。单横目前唯一的分析训练，本田目前的所有4星主 C 其实都只适合打弱点怪物，跨环境执法都比较吃力。单横还算是比较好的那一个了，哪怕怪物不吃减速，单横也靠着天赋的抗性穿透勉强一下。如果没有其他5星训练，可以一练关键星魂2星4星，2星天赋能够减 E 汇合 CD，4星击杀怪物额外带动。艾斯达目前火系专管扛把子，战绩的弹射在对单时破刃能力优秀，大招还能群体加速。魔女之6可可利亚的天敌，在混沌回云也有不错的表现，也是个命座战士，每一个星魂都很有用，歪了不亏。希洛瓦雷系之时，公测经历过加强，冲能快，能够频繁开大招，是个雷系破盾高手。1星解锁后还能不耗战绩点的打出扩彩伤害，没有减员的情况下，可以养起来专门破弱雷的怪物。之后卡夫卡上线了，也可以加入斗刺流，无其他雷系角色可以一练。关键星魂是1星和4星。罗刹5星虚数纷扰，主要靠战绩和天赋奶，奶量基于攻击力，大招则起到解除敌方群体增益的作用。战绩在我方单体生命值小于50%时，可以不耗战绩点的自动回奶一次。天赋的奶是类似于隔壁的西七，需要我方角色攻击才能回血。行星跟娜塔莎散刃器一样，也具有清除我方队友 debuff 的能力。缺点就是因为是个攻击奶，相比其他奶麦来说比较脆皮，也容易怕被控。天赋在罗刹陷入战斗时无法生效，但好在罗刹的行技能够提高70%抵抗 debuff 的概率，4星的战种光锥也能够提供效果抵抗。无论怎么说，对于想打混沌又没有白鹿和杰哥的，罗刹的抽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同卡池的4星佩拉已经 up 过一次了，大招群体减防，高贵的程序 EA 就能充满大招不耗战绩点，对于辅助角色不多的玩家而言值得一练。不过目前弱兵环境较少，和燕青一样还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实力。星魂解锁后可以当个副 C， 但也不强求，里面就可以玩。青雀4星战神被称为青将军5星守门员，机制非常好玩也非常看脸，真的跟打麻将一样。没有希尔，需要面对弱量子怪物值得一练。在银狼出来后，可以试着搭配银狼跨环境执法。关键星魂4星6星。御空虚数童鞋作为4星，辅助能力较为全面，战绩能够加攻，大招能够提供暴击爆伤，秘技还能够跑图，乍一看非常强力，但维持大招增幅需要抢战绩的层数，队友的加攻和暴击爆伤不能够兼得，解锁满一枚后才能缓解。低命情况下需要有取舍，在配速和策略方面需要下点功夫。普攻能够额外熏润，行技还能够提高全体虚数伤害，目前看起来适合当个虚数管，老杨成为主 C 指日可待，且 1.2 版本就可以活动获取，这点非常赞。再看武器池，银狼5星专武羽翼之下，武器技能效果命中提高24%，对于银狼这类给敌人上 debuff 的虚无角色非常有用，因为在本体里敌人是有效果抵抗的，概率100%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会触发。第二个效果暴击率提高12%，对于零命银狼而言其实不太适合，零命银狼主要当辅助，主力效果命中，其实没多少协调对输出，暴击率更加适合高命携带。第三个效果以太编码，持有以太编码的敌人受到伤害提高12%，这个其实就是给怪物上硬伤，队里所有角色都能吃到。银狼专武其实是比较通用的，所有虚无角色都能带。当然，平民银狼也可以带活动的送的光锥，新手任务开始时能提供效果命中和回能，是银狼的4星专武。再看4星光锥，点个关注吧。玄月的光锥是装备者普攻和战绩伤害提高，如果满能量时，则该效果额外提高，类似于隔壁的破魔弓，需要不放大招，但目前没有适配的巡猎角色，大招就代表着输出，不放大怎么能行？等专武上的这位角色出了再看看吧。记忆中的模样，4星铜鞋光锥，击破偷空提高28%，释放攻击后额外恢复4点能量。目前铜鞋基本上都是加值伤的，斗刺流还未形成，相比其他4星铜鞋光锥是要逊色不少的。现在抽到也不建议养，等未来。别让世界停下来，希洛瓦的专武进入战斗时能立即恢复20点能量，大招伤害能提高32%。目前看起来也就希洛瓦合适，但希洛瓦也可以带其他的光锥，早餐的仪式感还能更加通用一点，所以也不建议养。
罗刹的专武关的回响，武器效果使装备者的攻击力提高24%，装备者每击中一名敌人恢复3.2至多3次，播放团队速度提高12点。效果1的加工目前就罗刹这一攻击奶适合，其他回能和提速效果别的奶妈也能用，但较为蚊子腿。因为还有其他更合适的4000光锥，不养罗刹的话不建议抽取。偏偏罗刹也可以用4000专武，此时恰好作为下位替代。武器效果能够提供效果抵抗，罗刹本身机制也是非常需求效果抵抗的。对于大部分CDR不容易毕业的偏偏玩家而言，4000可能还要更加适合一点。现在还没有的，可以用等价交换等其他4000光锥先代替着。同卡池的4000光锥、晚安与睡颜、虚无光锥、佩拉的专武，其实佩拉自己也不是很需要，卢卡的专武给佩拉进一步减防更好，或者阴狼4000专武新手任务开始时给佩拉也可以，能让佩拉进一步提升大招循环。55通邪光锥非常强力的一张光锥，装备者上网大招后可以群体拉条，非常有战略价值，基本上所有通邪辅助都能用。天才们的修器支持光锥使装备者攻击力提高16%，消灭敌方目标后暴击伤害提高24%，持续3回合。无业效果触发不够稳定，目前的支持职业相比寻猎和毁灭会更加难以收割敌人，实在没有其他光锥的情况下可以一养。总体看下来，奔田 1.1 版本的角色池2枚5星各取所需，同期的4星角色基本上都是命族战士，外道不亏。武器池2个5星都有较为合适的下位替代，不需要强抽。银狼专武更加通用一点，4000光锥里最有用的就是55，其他都比较一般，或者现阶段都难以发挥大用处。反正武器池不建议都抽。当然，最后还是那句话，以我2年半的原神经历再次劝告，不要专门为了4星下卡池，得不偿失。玩这些老4星最后都会满命的。如果你问我自己的说话规划是怎么样的话，说实话，我想全都要。我也没有白劫，打深渊很需要罗刹，同时我又感觉银狼能够给敌人上弱点是个潜力股，真的都很想要。但之后版本的卡夫卡妈妈又非常戳我的叉 P， 抽不到我誓不罢休。我估计我今年首充648就要砸下去了。之后的泰普斯福旋我也很想要，完了钱包根本顶不住啊！在奔田里，我的全角色梦还能实现吗？反正5星光锥什么的我是完全不指望了。目前最好的情况就是抽银狼的时候小保底歪了白劫，然后罗刹就可以先放着，等以后需求富裕了再战。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别忘了在下方支持一下。这里是想尽量少氪点，但目标是全角色没球。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做好抽好规划，那我觉得这件事点个关注吧。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